嗨，到宋哥，今天是一个非常兴奋的时刻。我现在在台中，我要去牵我的新伙伴梦浪号。我已经找了很久的小货车，那这台货车以后就会陪我上山下海，到处去买车。但是我并不是每台一定会用载的，该骑车的时候呢，我还是会用骑的，这样才可以知道那台车更多细节啊！迫不及待，赶快见到我的梦浪号了。我们刚刚在赶高铁，梦浪号我来了。嗨，各位到台中了，哇，高铁就是快啊！待会那个车行老板呢要过来这边接我，他要直接开我的梦浪号过来接我，这样比较快，因为我们要去监理站过户。其实本来我是要把证件先记下来，因为这几天我都在交车，所以证件没办法记，只能直接到现场过户了。应该快到了，哦，看到我的货车来了，来了。嗨，梦哥。哎，你好。你好。谢谢。哎，这是那个车行的林老板。哎，我是在那个台中的，那算哪边？乌日。哦，乌日，去乌日这边看车的啊。为什么会跑到这边来呢？因为有时候是缘分啊，就网络看一看。哎，刚好我在找自排的，因为其实应该都是正常货都是手排居多。对，手排比较多。自排真的比较少。那平常我们骑挡车就已经有一点累了，当然想要稍微轻松一点，所以自排会比较舒服一点的。以长远来看呢，对不对？因为不晓得这个计划要做多久，如果要做10年，哇，那自排更好。未来不只是会帮我载车，如果说像我们车距有时候车也帮我开车当保姆车，那自排的话大家都会开，最方便了。那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台中监理站过户。林老板，你们店都是在卖货车居多吗？我们商业车比较多。哦，就是货车、商业车。对。它这个自排它断层很久，它连历到19年才又出这一台，所以这是第一批的。哦，你讲之前上久已经有自排，足久以前差不多做到2007年，因为小路摆就无爱做啊，无人开。你当初那拢流行手排而且它自排很容易坏。以前的自排就3档而已。哦对，3档了。它说加香油，科威里即马大家拢要开自排，无人要开手排，所以反过来了，所以它开发这一颗。哦，原来是安尼。嘿。OK， 各位现在等过户。那因为货车过户比较复杂一点，我不要说货车一个人只能拥有一台，而且还要有切结书，他可能要你保证说你不能去摆摊啊，不能去怎么样啊那之类的，有蛮多的那个规定啊。那现在在台中监理站，哇，中南部的监理站就是大就是宽。哦，谢谢林老板，那个这辆车子就 OK 的。哦，我等一下准备开始要出来去探钱啊！谢谢，祝你发大财！感谢。OK。那台中有需要货车的朋友再来找林老板，我再把资讯放在下方链接。OK， 谢谢。谢谢啊，老板，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OK， 各位，梦浪号正式起航。哇，这个感觉老板有帮我洗过车也比较干净了。可是轮胎应该不行了，要换了，已经快到安全线了。那这台梦浪号呢，我就想办法来把它稍微好好的。辨识度让它更强一点，就是说旁边这边贴个贴纸“梦浪号”，应该蛮帅的哦。然后后面贴个“梦浪骑士团”，哎，写个团长好了，这样大家以后看到就知道是我的车。OK 了，那这台车回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要先换轮胎，然后待会要去那个用 eTake， 这个车没有那个贴纸，要去那个休息站用 eTake。然后再来就是当然要跟他好好来熟悉一下，因为这台车完全不熟悉嘛，新的伙伴呢总是要点磨合。那我们上车再说吧。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空间，货车大概就这么小，就这样而已。对我来讲当然有点拥挤啊，你看我的腿，这已经快点到了啊，坐正一点就不会。那没办法，货车只是这样，它还是有一点点可以座椅可以稍微伸缩的空间。然后里程数现在是123000多，我觉得这里程数6年车来讲还可以接受。听说货车这样不算多。然后这台车自排的嘛，自排就是方便啦，虽然比较没力一点，但有好有坏。再来就是它还有定速，哇，这个定速真的超好用。然后更重要的呢，它有安全气囊。我认为不管是我开还是以后我的伙伴帮我开，或者是车友的时候帮我当保姆车要开这台车，我觉得至少要有一个安全的保障，有一个基本的安全保障是必要的。然后这台车你看还有后倒车显影，我现在是打 P 档，然后它这个是行车记录器，我觉得这个现在是蛮必要的。然后它还有车侧盲点系统，哇，以货车来讲，我觉得这样子算不错了。好，赶快出发！现在还要马上呢，要先回基隆监理站去过户一台车子。够了，哇！正式与我的梦浪号正式起航。回去还有很多东西要练习，比如说这个货车到时候车子要怎么绑，要请小孩教我。然后还买那个机轮带，一台车子要买2条，还有那个移车架，
就是车子上车之后，你要把车用横移的，要架在后轮，它就可以直接用横移的方式推过去。其实蛮多专业的工具啊。这台车我在买它的时候完全没有试开啊，反正我觉得自排要找到本来就很难啊，要再试开，就是干脆跟他赌了啦。跟我买重机一样，就是有时候买车就是看感觉。所以我现在开了差不多1分钟了，我相信我的直觉应该是没有错的，开起来很顺。当然，它4档变速箱你会觉得跟它干不烂啦，比较重拖的感觉，但货车嘛，喜欢那嘛。来买个东西吃一下，先来去加个油，刚刚被没油啊。每次开这边阶段最漂亮。我很喜欢测试油耗的环节，先把里程归零，看看油耗然后多少啊？胎压打那么高，干死人哦！我先寻一下胎压看一下，果不然，它那个胎压有够高，怕50。这个货车，我刚刚看它原厂数据在载重，后面如果你载到600公斤左右，当然就要达到可能60磅左右。它前面也不用那么高，刚刚前面都40-50，就管理。现在没载重，差不多前面32，后面36。这很多次每次去买重机啊，他们都会说没问题的，巡过了。结果大概都不是伤管的伤低，所以还是要相信自己。好，来感受一下这台车开长途是上面猪逼，回去都要开2个多小时了，慢慢开，继续吃饭。而且我觉得货车的视野蛮好，因为后面这块玻璃是镂空的嘛，所以在看死角啊，还看得蛮清楚的。现在在清水休息站，那刚刚来贴一下 E-Tech。刚刚那个小姐啊说，我是拍什么的？我说拍重机，她觉得重机很酷。那我刚才跟她诉说了这台车的由来，就是开始要带着她呢到处全台湾跑，梦浪号。都已经帮她想好名字了。那刚因为没有拍到啊，如果在看影片那个小姐，如果有看到这部影片的话呢，下面留言一下啊。真的那个小姐人超好的。那最后决定呢，还是贴那个贴纸式的，本来要贴排框式的啦，但是排框我写在一起看不哈。好，继续出发。这边怎么会大塞车？在这个时候呢，自排就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了，完全都不给手肉，好轻松啊！这种塞车呢，你不会累了，慢慢撸的后啊。因为以前呢，我手排开了好一段时间，所以我知道开手排塞车的痛苦。这个时候你看，轻轻松松啊，都手快才纳凉。下大雨了。好的，各位，快到监理站了。哇，这样开了差不多有2个半小时，比我想象中还不会累耶。虽然它做的很挺，但可能就是因为挺啊，你也不会觉得腰酸的，你反而觉得这个开车姿势感觉还蛮良好的。现在也比较晚了，看来先回去收电，然后晚点再去换轮胎。准备来换轮胎了。来，我们看一下轮胎昨天剩多少。后轮呢，几乎已经快平了，变光活胎。来，各位你看一下，安全线都已经到了，都平了，这个轮胎都不停了。然后前轮也差不多了，都几乎到安全线了，所以要赶快换掉了。等一下换完之后再赶快去验车，那这台车就可以准备开始上工了。换完轮胎之后开起来安心多了。刚刚一路下大雨啊，过那个水坑，好咻一下就过去了，都不会有滑的感觉。那现在赶快来验车，验完车之后呢，这台车就差不多都 OK 了。然后再来就是里面的一些电器东西装一下，自己一些小配件啊。最后最重要的就是来找小赖教一下怎么绑重机。那因为这2天都下雨了，找好天再找小赖。好，那现在先验车啦。各位，现在验车呢遇到一点问题，就是这个不是很清楚，所以呢。先用奇异笔最快的方式，就是用奇异笔先把它描清楚一点，然后改天再刻字或怎么样。还少1杠，漂亮，OK 了。那再来后面那个尾门有一点小问题，就是它上来的时候太快，那个到时候我再拍给大家看。那个上来突然会吓死。我们刚才试了就有点恐怖，因为刚没拍到，那都不小心手就夹下去了，所以要再找时间再去台北。调一下那个尾门的速度吧，因为我们机动没有人在做这个。Day 4。各位，终于好天了。那个要小赖教我一下，这个车到底要怎么上去？这很重要，这个不会我都开戏啊。然后这车不会载也没有用。对，有车现在好多车已经要点名要我载了。
好，现在小赖来示范一下给我们看。哦，这边地有点不是很平，我看一下。好，先踩斜的，然后是右手按住刹车吗？对。好，然后要打侧柱吗？不要打车。好，不是打侧柱。对，因为这个升降板其实它是斜面。哇，一拜一拜啊你！不会很难。哇，很一拜耶。然后再来要怎么把车打横的呢？前轮先去顶角落。前轮顶角落。对，顶在角落，那这时候侧柱就可以放下来打好。好，那当然就利用这个移车神器。哦，移车神器，要看一下怎么用。啊，插住，然后呢？对 ，OK。哇靠，帅啊！那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完成了。对啊。所以这样子两台车没办法。看起来这样的空间看起来应该是可以啦，只是要放得很紧。好，现在小赖找一台小台一点的64250小档车来试看看。哦，小赖真的是很利落呢。哎，我这边在很小心尾巴的地方，尾门其实蛮斜啊，因为这个位置的关系吗？不是，是它的升起来之后跟货斗的平面似乎不是很平。哦，了解，感觉一拜呢。对，那因为这个移车这个气在这个洞板上面是不好施力，不好施力点。OK， 因为它轮子会卡在洞。变成要用移的吗？哇，好厉害啊，小赖！哇哦，所以结论是，如果赛车经验不是很足的话，你移车应该会意思。建议不要，对。建议不要。而且我发现，你看它尾巴这边会有点碰转，对，它会撞到。其实还可以移啦，对，但是要非常的小心。那如果两台变直的就比较有机会。两台变直的，怕车把互相卡到。会卡到。对，当然两台直的要打斜。所以我这台车应该就是一台大台，一台很小台的，没问题的。对，只能这样子了。对，那你如果说两台大台的话，当然直的上来，但是要打侧柱斜的，那绑要绑好。哦，那个要更有技巧的。对对。好，那我觉得我以后我先一台就好了，我先一台开始就好。来给各位看一下，两台一拜一拜啊。好，感谢小赖示范。那再来就是绑绳结的部分了。好，这一车架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反过来，要用的时候再拿起来就好。OK， 要不然这样它在车上会拿出去。最困难的部分。不会啦，绑车子其实很简单。好，那当然就是要找对点位去绑好就好。OK， 对，那尾门要先收起来。哦好，我这台不好用，因为我这个方向灯它有做2个。对啊，对。哦，好像我发现它要点到最底，它才会好收诶。是吗？对，放绑。它放绑了，好像角度的问题呢。对啊，你这个，对啊，我走开哦。看让它高一点，对。那还没到底，还在到底，对，这样它才会最高。对，我发现我这台门杆是这样。是。对，对吧？对吧？果然每台车要熟悉它，对不对？对啊，你自己的车要自己熟练啊。对，每台车要自己熟练它。哦，确保两边都要把它卡住。对，那基本上像这样的车，街车，那一定会以3角台为准。是。那我们这边就轮子穿过3角。哎，小艾，等一下，那这个是直接这样勾住就好了？对，勾住就好了。那这个带子就是穿过这里。是。哦，看一下。穿过这个，捆绑带这里穿过来。好。对。穿过来之后，这里勾住，哦，这条拉紧。哦，那这样就紧了。对。好，那这边勾好。我不行，可是这个没有感觉哦，这里面是有沟槽的。这个是一个角铁。哦，对，都可以勾，这个是有沟槽的。那我可以勾在这条车上面吗？可以哦。那为什么我叫你一定要买 S 钩？因为如果你买绑带型的，你一定要找这个地方。哦，我懂。哦，那你有 S 钩，任何地方都可以勾了。好，了解。懂了吗？对。好，那这个穿过去拉紧之后，是，那机轮就开始锁紧。好。好，那你就锁到车子有紧。哦。对。车子已经开始微幅的已经被你拉过来。对。好，那当然这样就可以。哦，好。当然就再换另外一边。可以买那个一黑一体，有辨识度一下。哦，那你这台车我们通常会看后面的哦。那如果说车架，甚至有的副车架有可以绑，那当然我们就去拉副车架，都是要找比较坚固的。对，那以这台 Scooter 来讲，后面当然比较没有那么好找点位，但是你有发现这一个钢骨车架的位置，它可以
哦，那你要注意，你绑的地方不能有压到任何的管线或者是线路啊。是。哦，不然当你吹紧的时候就会破坏到。好，完了要绑那个铁的部分呢、啊。对，那绑车子其实重点就是左跟右不要让它晃而已嘛，所以你就是左边要找一条拉住，右边找一个点拉住，让它左右都动不了，交叉绑。对，你不用怕前后，因为前后已经顶住车子了。好，对，那这个部分就找这里啊，因为通常我们是已经都穿好，不会拿下来。哦，对，用这边去放松。穿的话是怎么顺序呢？看一下。这个沟槽跟哦，中间有沟槽有。对，穿进去，然后在上面再反穿回来就好了。哦，好，懂了。就可以拉。好，那这边勾住，首先拉紧。好，那靠这边。好，那你发现车子一直被往下拉，有往下沉，这样就差不多了。好，那你看左右都已经被稍微微微的往下拉，已经拉紧了，这样就好了，就不会动。哦，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呢，我相信我要试很多次才会熟练。我觉得最难的应该是我上去了，而且像刚刚这个地有点不平，哦，你要取得那个平衡，对，不是所有地都是平的，哇，那上下车才是需要练习的。那其实绑的话其实还好，所以这是比较需要练习的一个技巧。好的，那看来我要稍微苦练一下。我先跟你讲一下啊，因为这个带子啊，我们绑完之后都会有一点尾巴。是，哦，这个尾巴最好把它收好，不然这个开车的时候它就在那边晃，好，在那边乱飞。对，那这个尾带记得要看东西压着，还是通常我们会把它绑在这。OK。哦，把它打个结，绑在这边。对。哦，然后它至少都不要让它飘。刚刚小戴说呢，因为它有点斜斜的，然后加上我放到最高之后，跟那个平台没有平，所以这个我可能还要再做调整。对，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尾门是往下斜的？有。跟货斗不是平的。对。对，那你车子再牵的话，会有往后溜的风险。感觉有点危险，好，这个要调整。这个好，尽量可以跟货斗是平的啦。但我们在上面移动车子的时候会比较放心。这样我们就小戴在示范怎么下来，滑过来。哎，小戴，如果这个后斗直直的下来可以吗？可以直直的下来吗？有机会吗？不够，完全不够。对啊，不看就知道，应该差。对，厉害。那看来还是得要打斜的。哦，这个超危险，我觉得这个要超级有技巧。那一样。车子扶好，好，刹车捏好，车子扶好。好 ，OK。厉害厉害。好，我觉得我至少要练了好几天。OK， 感谢小戴，这样我应该会了啦。我再来努力练看看。对，多练习。对，我会拿我的大海狼来好好给他练一下。自己车安怎用都不要紧的。对，不能摔别人的车。我觉得这个至少我要练个1、20趟哦，才会熟悉。对，没错，没那么简单。对，这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事实上这小戴已经经历过几10年的经验了。对，有倒过吗？有啊，当然有啊，没有。倒一次都要赔好几万。你跟我就欢乐，我一定会，你都会发生，我就更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啊，只是说让我们尽量让几率降低一点。是。对，那大家就是都透过练习，好，就降低几率。好，感谢小戴，谢谢。OK。哎，各位，现在在修尾门的，在树林区这边，这间我看评价也还不错，专修尾门的店家。那现在来看看有没有办法今天一次把它处理好呢？刚刚那个对方报价是说要6万5要换整组的，他认为我那一组已经不能使用了，后面那个支撑的地方就是有点松动，他们说那个也没办法烧，但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堪用啦。如果还能用呢，当然就继续给他用啦。因为6万5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我现在在找另外一间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帮我修那个尾门要起来之后固定的那个地方，至少让它不要松动，不要说容易断掉。那至少尾门还可以起来。反正现在就是这样嘛，能用先用，先克难的用，等到比较赚钱呢再来换好一点。各位，结果呢可以维修4000块。4000块呢，他会帮我把那个用牢固一点，等一下重烧了。旁边这个地方，要比较好装的话，这个可能要重做，这再看状况。哇，看起来比较平嘞，好厉害了。刚那个断裂那边呢，已经把它补强，是可以修的。再来呢，它那个遥控器因为感应不良，他说危险，万一你降下来半换停住，
失去重心，掐了拉过来。那他说花2500的遥控器比你车掉下来一次还划算。他说的也是，老板娘非常会说服人，所以我在用真的是时好时坏的啊，好的时候比坏的多。但是我觉得哪怕那一下顿一下，车掉下来你都开一样，所以再换遥控器。那这边再花个6、7千块应该差不多。还有那个后面那个耳朵有没有卡住那个地方，它也久了，也变形，可以把它换掉，那好像600块。我是觉得蛮公道的价格，而且他们师傅蛮细心的，工很细，然后速度也很快，已经神达，油压升降，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我觉得还不错。这是我跑了新北市，刚刚跑了第2间嘛，然后还有基隆1间，询问下来，目前这一间我觉得是实际上来看，他们生意很好，然后效率也很快，然后服务也不错，可以参考。如果有我们需求的话，然后最后老板娘帮我们看一下我肥不？哎呦，看起来很平多了。现在这个速度它虽然比较慢一点，对。虽然比较慢一点，可是如果你有200-300公斤的话，会比较快。我觉得比较安全啊。对。这边你自己调，这边可以调。好的。这边这个是调，这边调快，右转调慢。好的。对，就跟水龙头一样。然后拉杆，好，我们一定要拉好，指腹按上。好，一次上一次下。对，一次上一次下，连续的。指腹，对，一次。手掌心向上，这边有一支拉杆。对。拉到底，这个变底，对不对？哈，好，一次按上，不要顿点了哈。一次上，定位顺多了。对，然后左右边把手一个关一个，这样就好了。OK， 那你自己操作一次。好，我这样我会了，谢谢老板娘。好，如果有我们需求来神打赞，谢谢老板娘。好的，开始我的那个上车初体验。坐地上去，打侧柱，换另外一边，找到支撑点了，一样呢，先把它勾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就是说要熟练一下应该就 OK 了。这样，车摇一下，超稳，你绝对没问题。然后前后轮啊，你住这个地方，你们看得到现在的轮胎其实有点凹下去，这是没关系，因为轮胎有弹性。那为了这样子呢，才可以更好的把它抵制住，因为这个板子都有弹性。我刚刚发现了，我错了，应该是车子上去之后，先把后边那个板子呢，把它锁紧。锁紧之后再来绑，应该也是 OK。这样子反而我就不用在那边敲那个板子。好，那现在让车子下来，因为刚上去嘛，上去我觉得还算简单，下来应该会比较难一点。OK 了，可以开工了。自从回来基隆开店之后啊，就很少开车，所以也很少保养车子。自己的车也就是可能1年才开1万公里。然后现在终于有新的伙伴，一个工作伙伴，我相信之后里程会增加的比较快。很久没有回来原厂保养，之前都是在外厂认识的用。那原厂的话，主要就是我觉得货车嘛，安全第一的话，那他们自己对货车也更了解。我觉得原厂保养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呢，现在还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要了解这台车的一些过往的保养记录，因为要来登记嘛，他才会跟你讲。那这个跟买卖二手中期很像啊，就是如果能够知道这台车前身到底换过什么，整理过什么，那我会对这台车也更了解。我现在车底盘还算蛮干净的呢，看起来没什么生锈。好，再来要换刹车油，刹车油在这个位置。然后货车的引擎呢是在座椅底下。
A few moments later. 当时在我家的时候，一台车绝对没问题的。今天我要挑战2台车，这边来看一下。来，这2天哈，我去找这块出来，加长差不多15公分。15公分呢，应该可以挑战，就是说不用像我那天在家里用那么斜，稍微直一点上去，看有没有机会。然后这2台 CB 300R 跟我的 CRF 150，这2台，这台算是小车，这台车轴距很长。如果这2台都上得去的话，那一般车应该都没问题，就可以挑战很多车都可以2台上去。来试看看吧。去。哎，我们的 CRF 150，哇，这个轴距很长，哎呀，还可以的哟。哇，很100呢，刚才好像没有太大问题哦。现在把它收起来，见真章，看门关不关得起来。这个把手呢，哦，我请我老爸做的，根本上冰冰嘣嘣啊，拉下来吧。这样很轻松吗？哇，碎了啊！哎，2台可以的。好，各位，那你们看，从这个过程啊，从我买车到有车子，然后到这个整理保养，然后到上车学习，大概10天的时间。10天的时间，你也可以从外行变成有点内行。那再来就是要经验啊，就像小爱说的，你可能总会倒一次啊，希望不要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他们身上就好了。慢点，我辛苦，我希望都能 safe 安全 ，OK。那最后呢，就是等开工了。在这段旅程的尾声，我满心的感激梦浪号的陪伴，它已经不仅是我的交通工具，更是我值得信赖的伙伴。未来，它将陪我把梦想和重机安全的送到各位车友手中，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精彩。各位如果不想错过最新的载购车二手资讯，欢迎加入我的官方 LINE， 我把链接放在下方。车子不多，但每一台都是精挑细选。接下来就让我跟我的梦浪号完成更多人的梦想吧。下一次再见了，各位，拜拜。上下每个动作我细心琢磨，反复练习，汗水不停流，心中却是满满的成就。这阵子的练习与磨合，我们的默契无需多。OK 了，对，开工了。